83岁中医爷爷坚持30年的抗衰秘方，三黑食材这样吃，养出好气色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他用黑豆、芝麻、黑蜜这3黑食材制作养生美食，常吃能美容养颜，气色好。养生要趁早，今天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这道能让人保持年轻的3黑美食吧。是怎么制作的呢？首先准备一碗约150克的黑豆，放入盆中后加入清水，双手轻轻揉搓黑豆表面。这时会发现晾晒过程中沾染的灰尘、细沙等脏东西逐渐融入水中，同时一些干瘪坏掉的黑豆会慢慢浮到水面。坏豆要及时挑出来扔掉，避免影响成品口感。清洗干净后，将黑豆沥干水分装入干净碗中，倒入多过黑豆1指节的清水，让黑豆在水中静静喝饱水，静置浸泡1个小时。准备与黑豆同等量的黑蜜放入大碗中，加入清水，用手轻轻抓洗2到3次即可，无需过度搓洗，以免营养流失。清洗时若发现水变红，不必惊慌，这是黑蜜表皮天然色素花青素溶于水的正常现象，并非染色所致。正因如此，所以不要过度淘洗。过度淘洗会导致色素及水溶性营养流失，影响食材营养价值。建议控制清洗次数，保留天然营养。洗净后，将黑蜜沥干装入碗中，加入没过食材2厘米的清水，常温浸泡30分钟，让米粒充分吸水膨胀。接下来准备100克黑芝麻，别看它颗粒小，营养却藏在细微处。加入清水进行淘洗，清洗时只需用手轻轻抓洗2到3次，避免过度搓洗，让油脂和营养随水流失。接下来把脏水倒掉，推荐用细密的过滤筛沥干水分，筛孔细密才能拦住每一颗芝麻，控水更彻底。芝麻无需浸泡，直接入锅开炒。记住全程保持小火，先让锅底的热度慢慢逼出表面水分。听到轻微噼啪声后，转为持续翻炒模式，手腕发力带动锅铲，让每一粒芝麻都均匀受热。千万别贪快开大火，高温会瞬间烤焦芝麻外皮，留下苦涩味，前功尽弃。炒到芝麻颜色变深，香气扑鼻时，立刻关火。提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干燥碗，将炒熟的芝麻快速倒入，摊开晾晾。炒完黑芝麻后，来看提前浸泡的黑豆，此时豆粒已膨胀至原体积的 1.5 到2倍大，说明水分充分渗透至内部，既能缩短后续炒制时间，又能让营养更好释放。将其轻轻倒出浸泡水，这水含花青素等溶出物，可用来和面或浇花。冷锅倒入黑豆，开小火加热，随着热度攀升，水汽逐渐蒸发，黑豆表皮逐渐裂开，露出黄白外层包裹的脆粒新芽，这是优质黑豆的标志。滤芯中富含的异黄酮、叶绿素等营养更丰富。继续翻炒至豆壳微微鼓起，空气中飘出焦香混合坚果香，同时伴随着轻微噼啪声，这是内部水分蒸发的信号。需注意3不原则，保质品质：不心急开大火，避免高温导致外皮焦糊而内心夹生，营养流失；不中断翻炒，防止局部过热使豆子发黑变苦；不忽略声响，噼啪声变密集时需立刻离火，避免炒过头。炒好的黑豆可直接当零食搅，脆香中带着豆香回甘。同样将其倒入碗中破开备用。这会儿黑米粒微微变软，表层泛着温柔光泽。水色深，因黑米表皮含花青素等天然色素，
属正常现象。米也是清洗干净的，所以这水呢也干净。浸泡水倒出来可以用来浇花或和面，避免营养浪费。冷锅直接倒入黑米，全程不加一滴油，这是保留谷物原始清香的关键。开小火，让锅底热度慢慢渗透米粒。刚开始翻炒时能听到轻微沙沙声，这是水分蒸发的节奏。当米粒表面的水汽完全消失，转为干爽状态时，要格外留意火候。继续小火慢炒，炒到米粒颜色加深，整个过程需保持专注，别分心玩手机。黑米淀粉含量高，稍不留神就会焦糊，前功尽弃。若发现锅底有轻微粘锅，立刻转中火，快速翻炒散热，再调回小火。炒至抽劲时，能闻到焦香中带着米糠的清甜。指尖捏一颗碾碎，内部呈浅褐色且无白心，说明已炒熟。炒好的黑米粒粒分明，而且呢非常香，干嚼都香。将其倒出，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台破壁机，将炒至表皮开裂、滤芯微漏的黑豆倒入破壁机，盖上隔音罩，选择相应功能档位，按下启动键。机器轰鸣中，黑豆逐渐从完整颗粒化作沙粒般的细碎粉末。60秒后暂停查看，若无明显颗粒残留，倒入干燥的大碗备用。接下来处理黑米，把炒至焦香干爽的黑米放入破壁机，开启电源，细腻研磨，让刀片高速旋转30秒，直至打开杯盖，能看到轻如粉尘的米末，倒入碗中与黑豆粉混合。最后轮到香气扑鼻的黑芝麻，之所以不一起搅打，是因为炒熟的芝麻含丰富油脂，提前放入会在研磨时受热渗出油分，导致3种食材粉末相互粘连结块，影响后续食用口感。芝麻不用打得太碎，否则会出油。保持微微颗粒，一同倒入大碗中。这时我们将其完全搅拌均匀，此时得到的混合粉色泽乌亮如墨，质地绵密松散，抽劲能闻到谷物香与芝麻香层层叠叠，太香了。这里我们有2种使用方法：一、取适量混合粉放入杯中，加一小约10克的红糖，缓缓注入刚烧开的沸水，用勺子画圈搅拌至粉末完全溶解成浓稠糊状物便可饮用。此吃法优势显著，黑米粉与黑豆粉中的膳食纤维遇许膨胀，搭配红糖含有的铁、钾等微量元素，形成易于消化的糊状，适合早餐快速补充能量，唤醒肠胃活力。红糖的温热属性与炒货焦香结合，秋冬饮用能从胃里暖到指尖。生理期女性或体寒人群喝，可缓解腹部不适，驱散寒意。2、制作能量球，便携解馋的健康零食。往混合粉中加入适量蜂蜜，可按个人口味调整，搅拌均匀至粉末和蜂蜜融合，然后双手将抱团的先搓开，防止蜂蜜层坨。接着取丸子大小粉团，在掌心揉捏成光滑小丸子，依次操作，一次吃1颗即满足。此吃法优势突出，蜂蜜的天然甜味替代精制糖，搭配食材中的植物蛋白与不饱和脂肪酸，口感香甜不腻且饱腹感持久，适合作为办公室加餐、健身后补给或孩子的课间零食。
一次吃不完的能量球可装入密封罐，冷藏保存1周，随吃随取。外出时随手揣几颗，轻松应对饥饿时刻，既解馋又无负担，还能避免市售零食的添加剂困扰，健康与便携兼得。2种吃法均贴合养生需求，保留花青素等活性成分。热乎芥食材温养脾胃，驱寒暖身，适合晨起或冬季调理。能量球以蜂蜜调和，便携易醇，可健脾补肾，补充能量。控量食用，兼顾健康与便携，实现营养与口感的养生平衡。我是瑶瑶，这期的养生小课堂就到这里啦。从食材清洗到炒制研磨，再到2种花样吃法，每一步都藏着健康小妙招。希望你用这些方法做出暖身又营养的美味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咱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